这几天，日本外相上蹿下跳的出来整新活公然的给所谓的南海仲裁这样废纸站台，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我们的反制也是掷地有声，前2天公开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如果日本认为50万平米的岛不是岛，那10平米的那个鸟礁是个鸟吗？冲之鸟礁是吧？你充值了吗？它都不算个岛，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经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我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的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于是今天我们就去实弹射击了。另一边呢，菲律宾也在仁爱礁和仙宾礁那边搞上呼应了。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小猴子就是被美日联手压到台前的。日本现在不遗余力的炒作南海议题，手把手的教唆菲律宾怎么搞事情，本质上就是它国内经济结构正在面临全面的崩溃，不得不做的一步而已。可以说是被经济形势逼迫进行的一场外溢式的自救。大家最近可能没留意另一个消息高市早苗现在终于是瞄准了日本的棺材本了。7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公开喊话，全球最大的养老金基金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叫做 GPAF， 要求其进一步的提高日股的这个配置比例，为日股提供稳定支撑。这就跟截肢给自己煲汤补一补那是一个意思。以后谁还觉得安倍经济学它是寅吃卯粮以后这个高市经济学那走的都是海葵的路线，先把脑子拿出来消化了这种绝活世所罕见。要知道日本能赶上2次产业崛起的机会，除了美国给技术给市场，实际上也走的是举国体制。所谓扭曲生产要素倾举国之力压上，那日本的养老金其实就是这种大举压上策略的一个压舱石，相当于官方承诺大家一起干，现在少拿点实现要素积累和我们的产业升级，等你们老了之后咱们升级完了官方给大家养老，是这么个意思。可是现在早苗要拿着这笔相当于日本 GDP 43%价值300万亿日元的国民棺材本去给股市做稳定器。当年安倍也只要求日本养老金 GPIF 把日股的配置比例从 12% 提升到 15%， 高市这是一下子要干到 30%。 要注意日本市场的外资进出它可是自由的，这个都不能叫拆东墙补西墙了，这是绝对的杀鸡取卵。但凡这日子还能有点盼头，都不会拿棺材本出来孝敬干爹。那当日本连自家的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都快掏不出来的时候在外面制造点动静，向大哥证明自己还有利用的价值，就成了政客们延缓危机的唯一的捷径。要看懂日本现在的激进姿态，就得先看清他手里的那副烂牌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今天的日本其实已经被锁死在了一个由高债务、老龄化和养老金危机构成的3重死局里面。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是发达经济体里面债务率最高的，这已经是常识了。算上中央和地方债务占 GDP 的比重毛负债口径算直接突破了 236%， 这比当年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希腊债务危机还要夸张。就拿他们这2年的预算来说，日本每花出去4块钱就有1块钱是拿去还债的。而且就在上个月，日本央行还把这个利率提高到了 1%， 这是31年来的最高水平。你别看这只有 1% 的绝对值不大但在这么庞大的债务基数面前，利率每往上走1个点，政府1年的利息支出就得凭空多出来10万亿日元。传统的财政工具箱现在早都空了，根本掏不出任何能够刺激日本经济的牌。那国内的蛋糕做不大，只能对外转嫁矛盾老本行了。制造个外部假想敌，自然就成了成本最低的国内的泄压阀。那比债务更致命的其实是它人口结构的不可逆恶化这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暗线。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30%， 典型的少缴多领，养老金体系的长期缺口都是以100万亿日元来计的。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